大家好，我是议员。拖了很久的策划直通车终于来了。上次说的时候是6月上半个月，现在是说6月下半个月，但是现在已经7月10多号了已经7月中了。照理来说官方应该要做7月上半个月的问题了，他现在才做6月下半个月的问题。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跟各位讲一下，有很多玩家依然还问我博物馆到底什么时候更新。在前天官方中文的脸书就已经有发布了这个贴文，让我们猜这个统帅是谁。那你们从剪影上面看得出，这个就是霍去病了，是预示着新的统帅即将要来临了吗？然而在上个月的玩家社群反馈，官方就有提到一点，亚历山大会在新统帅出现之前加入博物馆。然而在昨天官方又发布了一个影片，介绍亚历山大的故事，介绍亚历山大在游戏里面的技能天赋。我有预感在不久的将来，亚历山大即将会加入博物馆了，请各位耐心等待。那么我们开始策划直通车。第一个反馈，希望奥林匹亚之巅能够把开放时间进行修改，或者每个阶段适当延长，因为阶段时间太短了，好不容易凑5个人，打不了几场就结束了。其实我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我没有打奥林匹亚之巅很久了。这个玩家反馈应该是讲赛季时间了，毕竟我们每个星期只能打3天而已，整个赛季算下来确实也没有打多少场就结束了。策划答复反馈收到，目前奥林匹亚之巅正在测试阶段，后续会根据执政官的反馈和实际数据表现进行调整优化。就是说至少在这个赛季呢应该是不会改变了。那官方除了要改这个东西之外，还要改其他的东西，像之前玩家社群反馈就有提到的，不想要找5个人，硬要找5个人才可以组队，组队模式应该要更有人性化之类的。还有奥林匹亚之巅的商店呢，也是很多人投诉。虽然我现在是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但是我感觉奥林匹亚之巅好像越改越糟糕的样子。不管怎样，官方如果要持续这个项目的话，就应该要多听玩家的意见啦。因为像我这种已经对奥林匹亚之巅没有兴趣的人呢，是不会提出任何意见的第二个反馈，希望埃及之战针对消极比赛的联盟也有处罚措施，可以和奥西里斯联赛一样的判断机制。其实我觉得对面消极比赛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是吗我反而希望对面不要比赛耶。根据这个玩家的反馈，如果像奥西里斯联赛一样消极比赛的话，将会无法获得联盟和个人奖励。可能反馈的玩家是希望对方他是什么奖励都没有办法拿。策划答复，目前关于消极比赛的判定机制还处于测试阶段，我们计划等后续机制完备之后再推广到常规的埃及之战机制当中。所以各位你们要自己小心啊，那些打着 KVK 的就尽量不要报名埃及之战了。说到这个消极比赛呢，之前我是有试过在打着 KVK 的时候刚好就有报名了埃及之战，当然不是我本人，那是我的队友。当然的，我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玩家就要反驳我的说法，你明知道你要打 KVK， 你为什么要报名埃及之战？有时候并不是要特意报名，而是对方突然搞偷袭，就变成你没有办法去参加埃及之战。我相信这种问题不是只有我的联盟有这样子发生过而已吧，就变成那一场埃及之战呢，我的队友有些进去拿了一些分数，足够可以拿到5颗金头就出来了，甚至有些根本没有进入埃及之战。那如果你的联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第三个反馈，希望奥西里斯联赛在预选赛期间进行移民将自动清理出名单，不然埃及之战都没有办法打。这点各位应该也知道了，如果你是报名联赛就不能打埃及了。建议收到，出于公平性考虑，计划在下一届比赛进行优化。那他这里有明确说出是下一届才会更改，就比较好一点了。他不要一下子又中途改呀，一下子又等到下一届改呀，到时候又惹到一些玩家不满意了。接下来这个玩家的反馈有一点长啊，建议奥尔良剧本能够有所改善，生成的位置不居中，上方优势太大。 OK， 这个确实也是真的。如果你们有仔细去看奥尔良之围的地图，应该可以发现到奥尔良之城它的下面是有一条河的，就变成下面阵营他们必须要越过那一条河之后才可以围绕着整个奥尔良之城。这个地图设计明显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一点我也是同意要改。第二点，助阵技能过于复杂，希望能够比较智能的游戏中推荐或者是游戏中引导教程。我觉得大部分玩家应该也是搞不懂这个助阵技能到底是怎样玩的，尤其你没有玩过这个剧本的话会更加混乱。那奥尔良剧本的助阵技能呢，它是有分成2、3、4个位置。那为什么它不要写1、2、3呢？因为它的所谓2、3、4就是属于那个统帅的第2技能、第3技能、第4技能。比方说你选择其中一个统帅，但是你放在第3个位置，他只会取到他第3个技能，放第2个位置只会拿第2个技能啊。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玩家都不清楚，确实需要一些引导。卡乌拉克的试炼后面3个阶段希望能够提前，时间太靠后了，拿了水晶意义也不大，希望能够在比较激烈的关卡开放前进行解锁开放。
这一点呢其实都不用想了这个玩家反馈呢，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没有经历过之前的版本，其实官方就是特意把那个时间调整到比较靠后的，但是那时候更改呢，我记得只有3-4个剧本而已，但是我只有做2个剧本的记录。改版之前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列表都是在关卡开放之前就已经解锁了，现在官方是特意等到开放之后才解锁，所以这位反馈的玩家，我觉得你不用浪费口水去讲第3点了，官方是不可能改的，他改了之后你不是更容易拿到水晶，你就不用氪水晶了吗？你当他傻的吗？这样子官方要怎样赚钱哦？他又不是笨蛋。策划反馈，感谢建议，我们正在准备奥尔良剧本优化方案，也会将此建议纳入方案讨论的议题中。我觉得吧，他就算调整了，应该也只是调整第1跟第2点而已啦，就是那个地图确实是不公平了。至于第3点呢，各位请你们发梦吧，不可能的事情啊。第5个建议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建议啊。希望每一次登峰造极活动开放前，公众号能够发布一些模板，让玩家进行投票，根据投票来推出相关的模板的造型。策划答复，感谢执政官的建议，登峰造极皮肤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执政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我们当前也在考虑在社区推出登峰造极皮肤相关的话题、投票、创作形式等活动，听取更多执政官的意见。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玩家反馈这个问题吗？因为玩家也是看得出官方已经江郎才尽了，已经设计不出什么好的皮肤，近期的皮肤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一点特色都没有，我都怀疑那个设计师是不是被炒了，不然就是万国觉醒很久没有开工资给设计师，近期的皮肤一个能看都没有。第6个反馈，希望后续推出远程统帅拥有普攻，能够让对方减速的技能。现在远程统帅呢确实有点尴尬，不过我觉得这个设计的部分呢应该是要等到后续的统帅，毕竟现在巴布尔跟玛格丽特呢算是第一批的远程统帅，我们不能对他们期望太大，需要给开发人员一点时间慢慢去设计，慢慢加强远程统帅。策划答复，近期我们正在进行关于远程输出环境和本身易用性的讨论，如果有最新结论将会跟大家同步，那就如我刚刚所说的，给他们一点时间慢慢去研究吧，我们不能急了。而且我相信用远程的玩家应该很少吧，为什么会有人反馈这个问题，也算是很生气证明说玩家还是肯买单官方所出的东西的，当然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适应了。我也希望之后远程体系完整之后呢，我就可以用工程车去打仗了车觉醒啊，远程觉醒。第7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希望奥林匹亚之巅的挂机限制能够对惯犯加重处罚，并且在游戏中明确告知处罚时间是多久。这个玩家提到的东西呢，也算是我为什么要放弃奥林匹亚之巅的原因之一。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傻逼啊，是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很头痛的。他就是要故意搞你，不然就是故意要你放弃比赛，拿到积分，然后又去下一场比赛继续挂机拿积分。这种方法确实是很快没有错，但是对于那些真的想要认真去打比赛的玩家，就显得非常不公平。策划反馈建议已经收到，我们将组织讨论关于类似的情况处罚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策划直通车，那你们也看到这里大部分的回复呢都是考虑讨论，唯一确定的只有第3个反馈而已，就是联赛自动清除名单，可以报名埃及之战，就只有那么一个而已。至于各位观众看了这一期的策划直通车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